小米14 Ultra 和 OPPO Find X7 Ultra 这两台手机可以说是从硬件到内功是全面的对标啊，而且他们的粉丝也都是觉得自己支持的手机肯定是最好的。反正总之就是这台说我的人像好，那台说不你还不行啊，这台说我的录像好啊，这台说不你还差点啊，这台又说我的夜景好，这说不我比你强。反正总之就是谁也不服谁。那这一期呢，就让他们真刀真枪的对比一下。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啊，尤其是加关注，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啊！谢谢大家。那关注手机影像呢，还是要多多参与到摄影中来才是。每期我都会拿着手机去瞎拍些照片，我拍的不好，抛砖引玉，主要是希望您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看完前面的照片，希望可以激起您对手机摄影的兴趣啊！也不用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独立发展下去的动力。那下面就看看他们俩的表现吧。两台手机的后摄主要焦段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吧，这里就不多介绍了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它们都是定焦镜头，没有光变，没有光学变焦。这点只是我们看不惯一些虚假的宣传，比如说官网上还有一些不懂的人总说光变的，其实这些手机呢都没有光学变焦，它们都是定焦镜头。那看看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不能把这些臭毛病慢慢的给扳过来。在小米的拍摄界面中给了5个焦段切换按钮，在后面对比中呢，我们也会对比这些厂商给出来的比较主要的焦段来进行对比啊。OPPO 的拍摄界面同样也是5个焦段切换按钮。同样的，在后面对比中呢，我们也会围绕这些厂商给出来的主要焦段来进行对比。OPPO 在系统升级之后啊，多出一个功能，点击某些焦段的时候呢，可以切换出一些小的数码变焦焦段。主摄可以切换出28跟35， 3倍是72跟85， 6倍呢是135跟300啊，尤其是6倍，它相当于是6倍跟13.3倍，那并不是6倍跟12倍啊。这些焦段呢都是厂商特殊调教过的焦段。那下面咱们就开始好好对比两台手机了，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参数都列这儿了，就不一一念了。它们除了光圈大小不一样以外呢，尤其是小米这边多了一个可变光圈技术啊，那么其他的参数呢看起来是十分接近的。小米那边每一档光圈的成像呢，在单独聊它的节目里呢，就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介绍的很详细了。这期咱们就看默认状态下它们的成像表现怎么样。用手机就得拿起来就拍，其他的不用瞎琢磨。从实拍样片上看，两边的颜色风格差别还是挺大的。不要问我接近真实环境这事儿啊，太扯淡了。从有彩色照片那天开始，就是一款胶卷一款颜色啊，换个胶卷就换个颜色，换个镜头都换颜色。到了数码相机时代，你甭说换相机换镜头了，就是相机升级个固件颜色都变，这偏色叫风格。你们就说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就行啊。中心解析力方面呢，从光学上说两边是差不多的，都很优秀。但是要从柱子上面看嘛，纹理细节我还是喜欢 OPPO 这边的表现。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颜色风格的区别肯定还是有的，你们就说更喜欢哪边就完了。中心解析力方面呢，你要说细看啊，肯定是有区别，这些都是数码处理的结果。要从光学上说呢，两边的表现还是非常接近的。
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两边是都有下降的。OPPO 的表现稍微比小米强一些，那另一边的表现也是如此啊，都有下降，但是 OPPO 的表现稍微强一点点。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放大看解析力呢，两边的表现都非常不错。但是 OPPO 的解析力是更高的，但是 OPPO 是有伪色的，非常细小的伪色。如果你是用很好的 4K 大显示器看的话，你应该能找到这些伪色。不信的话，再看一组高清模式的对比啊，都是50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同样的 ，OPPO 的解析力更高，同样 OPPO 也是有轻微伪色的，而且这些伪色分布的非常均匀。再看超广角镜头，感光器是 OPPO 的更大，光圈是小米的更大，视角也是小米的更广。从实拍样片上看，颜色风格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哪边更符合您的口味呢？我可以说一下我的喜好啊，这次我比较喜欢 OPPO 的色彩。那么视角差距呢，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就是 OPPO 拍不到的范围。中心解析力方面，虽然说小米的视角更广，它拍摄的物体会更小一些，但是在解析力上，尤其是字体辨认方面，两边差不多啊 ，OPPO 那边也没有什么优势。再看一组超广角拍摄的样片，中心解析力方面，依旧两边是不分伯仲的啊。OPPO 那边并没有发挥出视角窄、物体拍得更大的优势。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两边差不多啊。但是小米的视角更广，光圈更大，它是更难把控边角画质的。虽然说 OPPO 的感光器更大一些吧，它也有不利把控边角画质的地方，但是没有小米难做。来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两边的边角画质下降水平依旧是差不多的。那从这点上来说呢，小米超广角的镜组光学质量做得更好一点。再看高清模式的表现，两台超广角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但是放大一看呢，这回有点意思啊。小米这边有很多的数码处理的痕迹啊，字体都已经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变形，而 OPPO 那边看起来非常的自然，但可惜的是解析力并不怎么高啊。那再看一组高清模式的对比，这回放大看的话啊，小米这边还是数码处理的痕迹多一些，但是就从解析力上来说呢，还是比 OPPO 稍微强一点的。再说中长焦镜头，先说中焦，小米是3.2倍的中长焦镜头 ，OPPO 是3倍，但是 OPPO 这边呢是到2.7倍就开始用这颗中焦镜头了。感光器呢是 OPPO 的更大，但是光圈呢是小米的更大。长焦，小米是有一颗5倍的长焦镜头 ，OPPO 是6倍，光圈啊小米比 OPPO 的大很多。对比还是先从2倍开始啊，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颜色的差别还是很大。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差不多，但是 OPPO 有些摩尔纹。现在小米是3.2倍 ，OPPO 是3倍。在之前的对比中呢，小米的这颗新的3.2倍镜头在解析力方面并不是很强。那么 OPPO 这颗实际上是2.7倍的数码变焦到3倍的镜头呢，表现，跟小米比起来优势也不大啊。仔细看的话，还是 OPPO 稍微强一点点。两边的中焦都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解析力方面呢，就说半斤八两吧，都不是非常好。但是从观感上来说呢 ，OPPO 的稍微强一点吧。现在就是长焦的对比了，小米是5倍 ，OPPO 是6倍，这颜色风格的差别真是有点大呀，就好像看富士的胶片跟柯达的胶片在对比一样。那中心解析力方面呢，这回两边的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啊。两边的长焦也都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还是差不多啊。但是这回跟中焦反过来了，画面的观感呢，我感觉小米的更好。现在小米是10倍 ，OPPO 是13.3倍，这13.3倍呢，就是 OPPO 专门给出来的一个焦段啊。那么解析力方面呢，两边都不错，但是仔细看，注意看细小纹路的体现 ，OPPO 的表现更好。现在是30倍的对比，小米已经开启了 AI 超级变焦，就是在发布会上着重说的那个可以提高解析力的功能。那么在分辨率上呢，两边居然差不多啊。OPPO 那边就是普通的数码变焦，那最起码 OPPO 没有宣传过它30倍有什么特殊的什么 AI 啊变焦什么的。那么从这点上来说呢 ，OPPO 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再说微距。小米14 Ultra 这次加入了长焦微距的拍摄功能，比之前算是有很大的进步了。虽然说它的表现呢还不够极致，但是比那些不擅长拍摄微距的手机来说，效果肯定是要强很多了。那谁不擅长拍摄微距呢？比如说现在的 OPPO Find X7 Ultra， 它拍摄微距的时候，就是你接近被摄物体，系统就会切换到上一级镜头，用数码变焦来拍摄微距。
虽然说它的实拍效果看起来还是不错的，譬如说颜色比小米那边看起来更好看，放大比似乎比小米还要高，但是如果真放大看细节呈现的话，是打不过小米的。所以说在微距拍摄方面呢，肯定还是小米这边的表现更好。再说前摄，先看自拍的表现，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没有手动调到人像模式。那手机怎么安排呢？就看它自己的逻辑了。两边从实拍上看呢，自拍的水平都是非常高的，有一点美颜，也算是恰到好处。那如果非要挑出一个我更喜欢的，我感觉小米的前摄自拍效果稍微强一点点。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两边的清晰度可都是够高的这回人物肤色方面，我更喜欢 OPPO 的效果了，但是 OPPO 的防抖好像没有小米的好那总之两边前摄录像的水平都挺高的 ，OPPO 要是能把防抖再提高一些，就完美了。人像拍摄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里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两边从人物肤色上看呢，虽然说略有不同，但是都很精致，都很好看。只不过衣服的颜色小米的还原还是要更准一些的。OPPO 衣服的颜色已经偏紫了，但是人像拍摄更重要的还是肤色那如果你觉得 OPPO 的肤色更好看的话，那么衣服的偏色呢，你可以忽略掉。直出扩张度的测试场景是一个比一个难的。那么前几个场景呢，并不是说它有多容易相比于普通拍摄呢，它的直出扩张度考验也是很大的。那么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它们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上乘，无论是亮部细节还是暗部细节展示的都很充分。亮部呢，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做的都非常好，暗部呢能按得下来，细节也很丰富。不过随着场景难度的增加OPPO 的表现是越来越强，暗部呢能按得下来，而且还有细节。相比之下，小米的暗部呢就有些过亮了。虽然说它的细节也很丰富但是暗部还是越暗越有细节越好。正在我以为 OPPO 能在扩张度环节拿下小米的时候，最后一个高难度场景出现了。主摄的暗部 OPPO 已经偏色了，而小米的表现还是非常到位的，非常可惜再看夜景的表现，那这两台手机呢都是高手，咱们一上来就看高难度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都非常优秀最起码亮部细节的呈现两边水平都非常高。但是暗部细节小米这边虽然说多一些，但是有些偏色。OPPO 的细节呈现少，颜色还是比较准的。但是超广角的表现亮部细节呈现就是小米的更好了。下一个高难度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都非常优秀，但是超广角的表现肯定是小米的更好喽。再来一个高难度的场景，主摄的表现虽然说两边都不怎么样但是小米还是要强于 OPPO 的。超广角的表现，暗部细节是 OPPO 的更好，但是亮部细节呢是小米的更好。都打开夜景模式之后两边无论是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呢都有进步，但是他们的表现还都不够极致。现在是2倍的表现，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亮部细节呈现小米的更优秀。现在小米 3.2 倍 ，OPPO 是3倍，亮部的表现依旧是小米的更好。现在是长焦镜头，小米是5倍 ，OPPO 是6倍，亮部细节粗看呢是 OPPO 的更好，但是从 logo 的颜色上看呢，还是小米的表现更好一点。现在的场景亮度就非常暗了在直出里边就比较难了。两边的氛围就是颜色氛围还是够浓的，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水平都挺接近。现在又是暗光下的中焦表现，小米 3.2 倍 ，OPPO 3倍，细节呈现两边差不多，但是亮部细节就是路灯的表现是 OPPO 的更优秀。现在是长焦，小米是5倍 ，OPPO 是6倍，虽然说看起来亮度略有区别，但是细节呈现两边是同一水平的。好，到夜景模式的对比了因为环境就非常暗了。祖传深入场景，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两边的表现都很不错。当然，这里的不错指的是细节呈现。健身器场景是非常极限的场景，主摄的表现放大看，两边可以说是同样优秀的。超广角的表现也在伯仲之间。现在是中焦的对比，小米 3.2 倍 ，OPPO 3倍，在细节呈现方面 ，OPPO 的表现更好一点。现在是长焦的对比，小米这边的5倍呢，已经是用3倍数码变焦拍了，而 OPPO 非常头铁的就是用6倍来拍，那么效果呢，小米的更好一点。树林小路场景比前面的都要极限，主摄的表现两边依旧是不分胜负的。超广角的表现要说从清晰度上看呢，小米的更强一点。到了该分胜负的场景了祖传神树 Pro， 主摄的表现没错，分胜负了。细节呈现方面，小米的更优秀。超广角的表现依旧可以说是半斤八两。
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就是最接近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拍摄的时候就是手持，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两边颜色跟清晰度都非常好。防抖方面吧，小米的更稳一些哦。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可以说水平都非常高啊，防抖、清晰度、颜色都是很上乘的。现在是2倍的录像表现，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两边的颜色差别还是挺明显的，但我觉得都很好看。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现在小米3.2倍 ，OPPO 是3倍，两边的清晰度、颜色都没问题。防抖呢，小米的更稳一些。现在小米是5倍 ，OPPO 是6倍。这回 OPPO 的防抖没问题了，但是放大看解析力方面，就是清晰度啊，小米的更高。现在两边都是10倍的对比。为什么这回 OPPO 没有13.3倍了呢？因为在录像的焦段里边呢 ，OPPO 没有明显标出来13.3倍这个焦段。那么两边在清晰度方面都非常不错，防抖小米的更好一点。现在是夜晚主摄录像表现啊，两边的清晰度都非常的高，就是鬼影啊都比较明显，防抖呢还是小米的更好一些。现在是超广角夜晚的录像表现，清晰度方面是 OPPO 的更好，防抖呢虽然说还是小米的强，但是如果站着不动拍的话，一定是 OPPO 的效果更好。现在是中焦的表现，小米这边呢是用主摄数码变焦到3.2倍拍的， OPPO 就直接是用3倍镜头直接拍的，清晰度 OPPO 是要比小米强的。其实夜晚中焦录像的表现就是 OPPO 比小米要强很多。现在小米是5倍 ，OPPO 是6倍。那无论是细节呈现还是鬼影的压制，都是 OPPO 的表现更好。只可惜 OPPO 的防抖呢，没有小米的强。这两台手机的影像对比可以说是巅峰对决之一了。每一项的对比呢，都是白热化的，非常的激烈啊，对比的非常的过瘾。所以这节目的时长呢也比较长了。工业设计方面呢，咱就少说点啊，反正大家对他们的外观都应该比较熟悉了。但要说精致感呀，我感觉 OPPO 的外观设计更精致一些啊。当然，如果你更喜欢小米的外观呢，也没问题，这是个人喜好方面的事儿啊。那至于硬件方面，就是游戏发热跑分啊，这本来就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去看其他的节目吧。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